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21号星期五，这一周过得好快呀！我这一周跑的有点少，今天还是轻松跑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天穿衣服。这两天这边降温了，现在早上起来6到8摄氏度的样子，而且有时候刮风，等一个红灯。你看我今天穿的，这吸取了昨天的教训，这样穿。为什么说吸取了昨天的教训呢？昨天回家一洗澡一沾热水，就是这两个手腕就带表的这一段我通红，然后特别痒，就跟要冻伤似的，一直难受了一上午，到中午才缓过来。为什么出现这情况？昨天是里边穿了个短袖，外边穿了个皮肤衣，然后呢跑起来有点热，再加上那个想看表，我就把袖子给撸起来了，大概撸到胳膊肘。跑的时候不觉得，跑完以后不行了。昨天就跑了15公里，所以今天就改这么穿了，就差不多可能上海呀、武汉呀什么的，冬天应该也是这样。现在初冬，上1公里等红灯5分53，跑多了就是这样。你到红灯停这一会儿，懒得停表了。一方面是懒得停表，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我拍摄和后期有帮助。因为之前大家在会员节目里分享过怎么拍摄，大家不管是用Insta360，还是用大疆，还是用专门的软件，像我一样去做跑步的码表的数据层，都面临一个时间轴对轨的问题。反正就是如果我中间停过表，那我之后的片段我的报时，就是你们看到这个画面，在刚开始录的时候我报一个时，一般我报开始运动的时间，比方说13分48秒。如果中间停过表呢，就得报现在的绝对时间，比方说7点0几分0几秒这样。就这几节，尤其是特瘦的小伙伴，就是护住手腕、脖子、脚腕这些地方。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特别可怕，在北京的时候，第1年就开始认真晨跑的第1年，早上起来，我从小特别能抗冻，特别不怕冷，而且特别喜欢冷。那时候就放飞自我，有时候穿一矮腰的袜子，就是跟加速度中间还有空隙就出去了。结果那年冬天特别惨，脚脖子冻裂了，就特别冷，倒不是冻裂的，就是大家跑累了以后，那时候能力也没有现在好，有可能出现左脚踢右脚脚踝的这个情况，或者右脚踢左脚脚踝。有一次就是在东四环刚过朝阳公园那个东门、东角、东五门，一下哇，皮开肉绽，特别带劲。后来我就有一个笨办法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装备选择。你别看就2019年、2020年，就5年前跟现在这么多的衣服、袜子来比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就贴一个胶布贴在那脚踝内侧那个脚踝骨那儿，然后再穿袜，就穿长点的袜子。所以你看，很自然的就可以推荐境界的这双袜子。那个飞雀好像也可以，就现在这袜子我特别喜欢。他们这是这样，给你们看啊，正好红灯。看就这个地方，它这儿有一块是凸出来的厚的，这就舒服不少了。那次就是这样一下，就这样一下，不小心都裂了。看我又把头剃了，有点意思啊。我就是个生活特简单的人，头发长了就刮掉，然后再长长再刮掉。那次和胡老师见面，我问他，我说留长发是不是特飘逸？因为我觉得有点飘逸，我想试试。他说留长发没问题，就是半长不短那时候特别难受。但是其实这样剃完以后，前几天
拍摄特别不方便，就特别的，就是摩擦力特别大，帽子就不好戴，不好转。其实今天不应该穿长压缩裤，就这个气温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个位数的气温，中南部的天气，湿度不太低的地方，没有那种北京那种凛冽的西北风的地方，就是裤子可以现在穿短的压缩裤。今天没穿的原因是昨天晚上没拿出来，衣柜在卧室，我早上一醒，我卧室门就关上了，然后我再进去把家属吵醒了。就人的腿其实不怕冷，但是呢要穿护住脚踝的袜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上半身这个季节没有大风的时候，脖子还好，就是把手腕和小臂护住。就这种，你看，我今天穿了一个菲比特的这个衣服，就直播在室内穿的衣服。你看这个手表，直接能从这儿露出来。然后它这边我戴在里边了，它外边是这样的，这种绳，把这种地方护好。然后两个方案，一个方案就是穿皮肤衣，但是现在6到8摄氏度穿皮肤衣其实会有点热，因为大部分皮肤衣是那种防风的，就是它里边就闷着，所以我穿了一轻工的这个坎肩儿，背心儿，棉背心儿，对，它这不是那种特棉的，就是一个挡风。但是现在跑起来看，感觉就是穿了它有点热，不穿它可能有点冷。像这边我的就是抗冷的能力，一冬天都可以不戴护耳朵的帽子，在北京的时候不行。如果再冷一点，比方说就勉强0上的那种，或者0度左右的时候，那就得穿皮肤衣了。穿皮肤衣，然后穿长的压缩裤，其他都可以不变。像再冷，北京基本上到零下5、6度的时候，就是皮肤衣里边再套一个棉坎肩儿，然后呢就要戴脖套了。就脖套主要不是为了怕冷，是因为北方风比较大。我那脖套都好多年了，我那个是差不多2017年左右买的。有一年双11在 Nike 买了一个，应该现在也有一样的黑色那种。因为你戴围巾是不现实的，那种挺舒服的。然后风特大的时候可以往起弄，护住嘴和鼻子。北京再冷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脖套后边也弄起来，护住后脖子，然后戴到帽子里。对，再冷的时候就得戴那种护耳朵的帽子了。那种帽子就能把脖套给箍住，让它不往下掉。还有跑个2、3公里，嘴和鼻子就可以露出来了。要不然那时候北京冷的就说句不好听的，那个眼睛都得时不时动一动，眼珠子，怕冻住。那时候冬天让我训练戴隐形眼镜，第一个冬天我都害怕，我说这别冻上。后来证明没事儿。所以在北方冬天训练的小伙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，真的。我那时候但是你说有什么区别吗？训练方式好像也没有。有小伙伴问我冬训有什么区别，到时候您等我的线上训练营吧。其实就是没区别，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没区别，甚至很规律的周期训练，就是我们以4个月为周期这种，它也不是完全必要的。你看我这给自己砸自己生意哈，但事实上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有这种周期固然好，但是没有也就没有了，因为很难说我们就决定一场4个月整以后的比赛我就能去，对吧？很难，你就抽签啊或者怎么样啊。但是最近看好像无锡也要开始报名了，但是明年想去武汉，这俩应该又是同一天吧。我争取去那个没去过的比赛。
所以明年就想去跑跑武汉，然后南京，西安，去西安找那次见面那位观众去吃泡馍。我第一次去西安是1999年，那是我们初2，夏天暑假，学校带着我们去玩一趟，特别带劲。那时候去西安可远了，坐半天1宿的火车。那1999年呀，我记得在那个一个大广场，现在好像也是有一家特大的泡馍店，就吃泡馍。那时候可能吃，那时候14岁的小伙子和我们一帮人坐一桌，一个人吃3碗，恨不得。现在估计半碗我就顶住了。而且那时候泡馍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回忆没什么肉，而且续的时候只能续汤和饼，不给续肉。咱们去公园绕一圈就回家了。今天轻松跑，明天早上起来跑一个正经的训练。这个月放一放吧。我那个右腿后侧那个伤还是不舒服，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去治？我让家属帮我找呢。就是这马拉松练到这程度，或者耐力项目练到这程度，很少有谁能每天哪儿都舒服，包括上比赛。你说运动员也是，但那场比赛他也不是说身上哪儿都舒服，没办法。看前面的日出，跟大家分享衣服。再往下零下10几度的话，你要是想知道，你先看看我春节时候在北京拍的那些节目，那就全副武装了。我这儿也拿到了一些厚的衣服的样品，回头跟大家分享。明天礼拜6下午直播，咱们聊聊天，好吗？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频繁的比赛，还有训练。确实这个月练得不好，要反省一下。小伙伴们，11月21号星期五，今天就跑了10公里多，今天还得缓一缓。今天穿双薄底鞋，看这双鞋跑10到20公里之间是比较舒服的。如果再多，就我的能力或者说跑步习惯，这种薄底鞋我就不行了。这种薄底鞋就完全要靠自己的脚来蹬身。我好久没跑场地赛了，昨天看那个全运会挺带劲的。脚的东西就是这样，跑完以后才明白。比方说你们看运动员跑到100米那条赛道，大概快到100米终点之前，就60-70米的地方都这样看盯一会儿，对不对？看的是什么呢？看的是最那头那大屏幕，那大屏幕的角落有当前的就是跑了多长时间，就从发枪开始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呢，那大屏幕还会有现场的直播实况，就有那个机位追着他们，就能看到大概的样子。因为一般这种场地赛，很多运动员或者大多数运动员是不带表的，就看那个，他算一下上一圈多长时间。然后下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100米终点那儿，一般100米终点那儿有一个计时，就到那儿的时候看一下。就我参加场地赛的时候也是那样，就到那儿就一过100米的起点，等能看清的时候，看眼睛好不好使，然后能看清时候看一下，算一算大概上一圈是多少，然后确认一下的时候，到100米终点那儿再看一下，就知道上一圈是多少了。这我刚开始跑场地赛的时候也不知道，大概跑了2场，到第3场，我这也有这个习惯了。昨天你这东西没了啊，已经被收走了。前天不是昨天，今天这俩沙发垫没有收走，这沙发垫我也得1000才能扔。天一冷一跑步就会有那种，它跟夏天不一样，小伙伴们。为什么冬训对普通人的进步大呢？是因为冬训练心态不一样，真的。夏天那个吃苦吧，觉得有点惨；冬天这个吃苦呢，有那种说，我是在努力。那种感觉不一样，不太好描述，可能南方跟北方的小伙伴感受也不一样吧。就那种北京那时候零下，那有一年特别冷，
就老是零下20度，体感温度恨不得零下30度。就那年那个冬天的跑步，感受特别不一样。行吧，这么穿还行。现在穿这坎肩稍微有点热，然后再往后有那种有领子的这种衣服，就这种衣服，有领子那种竖，就是给它竖起来，再穿这种坎肩会更舒服。因为一般这种坎肩内侧都是那种绒的或者毛的，然后你这儿如果有的人脖子比较敏感的话，就穿那种有领子的会更舒服一些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然后咱们明天直播间准时直播间见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